先把3句话说清楚。这是 Google 在 I/O 2026推出的 Anti-Gravity 2.0， 它不是简单的 IDE 插件，而是以 Agent 为中心的独立桌面 App， 加上统一的 CLI、SDK 和 Managed Agents。关键变化是把并发 Agent、任务调度、隔离持久化环境和 Gemini 3.5 Flash 作为默认运行层级推给开发者。为什么现在要在意？如果你做后台自动化、长期任务，或要把 Agent 切入产品，平台把长期任务拥有权和并发推理成本放到了接口层。先把对象梳理清楚，4个表面：独立桌面 App、Anti-Gravity CLI、Anti-Gravity SDK 以及 Gemini 的 Managed Agents。Anti-Gravity CLI 完全取代了 Gemini CLI， 保留 Agent Skills、Hooks、Subagents 和以前的 Extensions， 现在叫插件。Anti-Gravity SDK 可以把同一套 Agent Harness 部署到你自家基础设施。企业用户可以通过 Gemini Enterprise Agent Platform 把 Agent 直接接到 Google Cloud 项目里。真正值得抓的技术点是 Managed Agents。Managed Agents 用一条 API 就能在隔离的 Linux 环境里启动 Agent。这个环境会保存文件和运行状态，后续调用可以恢复，不用每次重建上下文。这表面上节省了上下文初始化开销，但也带来持续占用资源和持久化成本的问题。再说一个不明显但关键的点， Gemini 3.5 Flash 被设为默认模型。文中提到它在多数基准上优于 Gemini 3.1 Pro， 并在延迟上对比某些 Frontier 模型可达约4成优势。在并行 Agent 场景里，这很重要，模型延迟会随并发量复合放大，模型更快直接降低吞吐成本和响应尾延。技术原理上要理解的核心是，平台省掉的往往不是单次模型调用，而是那一层工程胶水、可观测性、失败恢复、回放和长流程编排。也就是说， Anti-Gravity 重点在把 Agent 运行时状态管理和工具调用这些工程边界上升为平台接口。一个内行人会先看什么？看 Trace、失败恢复和可回放性。这些地方最先暴露平台到底省了多少工程工作，也最能看出持久化是否真的节省时间。如果 Trace 不够细，恢复慢或回放不可重现，那所谓持久化的收益就大打折扣。那么要不要马上迁移？给你一个可复用的判断路径和具体第一步。第一阶段 POC 本地用 CLI， 用 Anti-Gravity CLI 做一个2到3个并发 Agent 的小工作流。指标先看 P50、P9 无延迟、并发吞吐以及每分钟或每千次请求的估算成本。第二阶段 Managed Agents， 用 Managed Agents 测一次持久化环境的启动、恢复，记录恢复耗时、CPU、RAM、磁盘占用以及持久化存储策略。第三阶段安全与合规，验证凭证读写权限、网络出站入账策略以及文件清理与生命周期策略。在实操里有几个容易被误解的地方必须提醒。第一，不要以为持久化等于免费加速。持久化可以省上下文重建，但每个隔离环境持续存在会产生成本和运维负担。第二，模型更快不是万能解，若你的瓶颈在工具访问、I/O 或外部 API， 换模型收益有限。第三，要把观测链路先接好，没有回放 Trace 的平台很难量化真实收益。决策边界一句话总结：如果你的产品需要长期运行的自动化、跨会化状态，或把 Agent 嵌到 Google Cloud 的编排里， Anti-Gravity 提供了一个清晰的集成路径。如果你只是偶尔用单次 prompt 做辅助，迁移成本和持续资源花销可能抵消收益。把这次变化放回趋势看，它是把 Agent 从工具上升为平台的一次架构转移。真正的竞争焦点会落在模型延迟、并发成本以及隔离与安全策略上。你如果今天就要试，
先从 anti-gravity CLI 做并发延迟吞吐的基准，再用 managed agents 验证持久化恢复的真实收益。我们讲了机制、线索和实操步骤。最后一个问题留给你，在你的项目里，你会把哪个多步流程先改成长期运行的 agent？ 欢迎在评论里写出你的第一个 POC 场景。